Hello，大家好，今天是12月28号，美股周复盘行情视频，我是阿哲，我们又再次见面啦。美股回调2天，昨天又是放量下跌，大部分同学在圣诞节后利润再次出现回吐。我们回顾下上期阿哲的视频观点，我们稍微也要关注一下这根阴线最后所提供的压力，就是这根阴线的高点附近它的实体上沿和影线这个区间。那么目前的价格指数纳指已经非常临近，所以阿哲呢认为这里要一次性快速突破可能性不是很大。在本周最后的2个交易日，周四和周五的时候，市场走出牛回头，略微的回调是大概率事件，一次性的突破可能性不是很大。美股目前如期调整，特斯拉、英伟达也都连续下跌。本次圣诞行情的上涨，难道只是美股高位的一次反弹吗？还是说这是美股再次上涨前的牛回头呢？我们看到今天的行情图版。现在我们先看到本期视频的行情目录。今天是市场观察美股纳斯达克指数125期，阿哲依旧会通过以下的3个部分来讲解本期周复盘视频的内容。第一部分是纳斯达克指数 K 线分析和空间的技术点位分析。第二部分是英伟达、特斯拉的技术面各纬度专项分析。第三部分是有关以下个股的技术面快报，分别是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以及比特币相关概念个股。那么以上内容就是阿哲本次视频为大家准备的所有的行情信息。那么在正式内容开始前，阿哲讲一个注意事项。如果你是新同学，第一次来到阿哲频道观看阿哲视频，那么阿哲的视频分享往往不只是给出观点，更想要讲清楚分析的过程和逻辑，这样大家不只能够明白其中的逻辑，还能学会一些分析的方法。哪怕说以后不再看阿哲的视频，你至少也能够自己去分析视频，得到一些有用的观点。那么像比如说现在本次行情的调整和下跌，有没有办法通过技术面来去发现提前的察觉？通过消息面，昨天的市场比较平静，没有太多利空的出现，甚至呢，如果从消息面去分析，都不应该出现这样的盘中下跌、放量下跌。但是技术面上，它可以提前告诉你，如果你是老同学，应该明白这个结构叫做三阳小顶结构，而这个结构是阿哲很早之前就分析过，并且分享过的。在前期视频当中，11月的12号、14号、16号。这3讲视频都是以前阿哲频道当中讲过的公开行情分析视频。那么当时的行情对应的是下方的这一段上涨走势，也就是大选后的单边加速上涨，而当时也出现了这个结构叫三阳小顶，后续股价也是在短期出现了下跌走势。所以这个三阳小顶结构是阿哲很久之前就分享过，并且讲过很多次的。如果你是老同学，那么这一次的上涨你没能够去发现三阳小顶的出现，那么你肯定是有所遗忘了。那么现在阿哲在本期视频当中会再次的讲解这个知识点，以及告诉大家接下来怎么去处理，下次遇见你应该怎么办。现在我们看到三阳小顶结构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些要求。第一个，我们先看到它的最佳使用环境是在市场弱势行情，在市场震荡时去使用，效果是最好的。一般呢，下跌反弹时，在不创新高之前所出现的三阳小顶是我们要去关注的。而股价如果是单边加速之后出现的三阳小顶，一般风险不大，但是呢，会有一些防守位的设置。现在我们讲一下它的2个要求，就可以形成三阳小顶结构。股价的上涨必须出现连续的3天收阳，这个收阳线不是说它必须得要上涨，只要是 K 线为绿色，今天当天的收盘价比开盘价大，那么就可以说是一个阳线，连续3天收阳。然后第2个条件是股价 OC3 小于 OC2，OC 就是股价的开盘到收盘的距离，也就是说它是一个阳线的实体要求。3号 K 线的实体和2号 K 线的实体做一个比较，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的实体是要缩短的，缩得越短越明显，差距越悬殊，效果将会越好。我们知道 K 线有3个组成要素，分别是影线、颜色和它的实体，而所谓的实体代表是股价的涨跌动能，上涨当中阳线的实体代表上涨的动能，而如果上涨动能最后的3号 K 线比2号 K 线是明显缩短，说明上涨动能是有所减弱，
那么这里呢有2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比较激进的，你的性格执行力比较强的，并且不害怕踏空卖出之后还会上涨的，那么一般第2天冲高卖出，或者说直接当天卖出。第二种呢是比较稳健型的，一般是以移动去止盈止损的方式来对待行情，那么不跌破3的最低价格为持有。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使用这个方法，在当前的美股市场怎么去看待。我们举一个例子 PLTR， 这只个股呢不在今天的行情快报分析当中，所以阿哲呢就以此作为举例。比如说股价在 PLTR 当时是24年12月12号的时候，这开始3根阳线，以及最近在12月19号开始的这3根阳线。我们看到这3根阳线的形成，在最后一根阳线的高点处有一个10日星或者说10日价的标记，它就是一个3小顶的提醒。当股价出现上涨时，有1根阳线、2根阳线、3根阳线，第3根阳线实体只看实体，实体明显比2的阳线实体缩短了，这又是一个3小顶结构。在价格走势当中，它说明是一个上涨当中动能衰竭的表现。那么是否在前高之下它是一个下跌反弹，所以用它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出现之后股价出现小顶而后回落，那么这里出现上涨突破，在也是前高附近上涨突破时，第3根 K 线它的阳线实体比第2根的阳线实体是缩短的，而且缩短的很明显。第2天冲高，股价上涨，可以左侧卖出。那么你也可以呢把3号 K 线它的相对的最低价格作为防守位，目前是不是没有跌破？那没有跌破呢，对于右侧投资者来说，它的风险就不明显。比如说像前面这里，它的3号 K 线低点也没被跌破，这里没跌破，股价依旧还能够看涨，这里没跌破，股价就依旧还能够看涨。这是一个右侧和左侧的不同。左侧呢可以卖在相对的高点，躲避短期右侧的下跌，而右侧持股往往可以拿住后续的上涨，但是呢你要承受一下有可能后续会继续的下跌，继续的风险释放。现在我们所看到是纳斯达克指数日线图表，在之前大选后一轮上涨出现了3小顶结构，而后在24年12月3号这一波上涨当中也是3小顶结构，包括目前24年12月26号也同样有3小顶结构，是不是股价都是出现了1、2、3根 K 线？这里也是1、2、3，这里也是1、2、3根 K 线。3号 K 线的实体和2号 K 线的实体做一个对比，那你会发现的是，有出现如期调整的3小顶，它的特征是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实体明显缩短，而且差距悬殊。那么像这一个3小顶之后，股价依旧保持上涨，为什么呢？其中一个比较左侧的判断是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缩短的不明显，如果是用肉眼去观察，你可能都看不出来，所以这一天它的动能变化是不明显的，衰弱不明显，价格后续依旧上涨。你说阿哲，我这一天左侧卖出可以吗？冲高卖也行。你会发现卖出之后，是不是股价也经历了1周左右的震荡？那你如果说阿哲我不卖出，那我们就把这一个低点作为防守，把3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则要卖出。3号 K 线的低点作为防守，跌破则要卖出。所以按照呢之前阿哲所分享的一个3小顶结构，那么昨天价格的走势应该是一个卖点，在出现这一个上扬小顶结构的时候，左侧应该是一个卖点。所以不管是左侧还是右侧，你的心理在本次圣诞节后的反弹，在这一天出现了3号 K 线之后，你都应该知道市场上涨动能在减弱，它是有很大概率要发生回调的。那包括像上期视频当中，阿哲也有提醒到英伟达的调整，是不是英伟达的股价在上涨当中，在当时这里是出现了1、2、3根 K 线，第3根 K 线是10日星，实体是变短，而且很明显变短。这种3号 K 线明显10日星，而且明显变短的3小顶是可以左侧卖出的。像前期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它也是3小顶，但是它的实体变化不明显，你可以防守位，不跌破不卖，跌破卖出，这里开始跌破，这里开始跌破，股价后面反弹也没重新突破，所以这里呢也是3小顶的风险。
这就是三阳小顶只通过 K 线的实体就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市场当中很多的风险存在的现象。而哪怕是右侧，在昨天的时候，这个下跌也告诉我们英伟达也有右侧的风险了。一般三阳小顶在跌破之后，我们可以把3的低点作为一个观察对象。如果这个跌破在右侧是假跌破的话，它应该会比较快速的站上来。这也是右侧投资者在这一天卖出之后你要考虑的。你不一定每次卖出都能够卖到一个真正的高点，因为很多时候也有可能是强势行情当中的一个假跌破，它可能会在短期1-2天内快速又回归，一旦回归就说明假跌破后续股价依旧是看涨的。那么刚才阿哲通过以上3个标的英伟达、纳指、PLTR 都讲解了一下三阳小顶结构的使用技巧，左侧和右侧，你会发现它的效果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所以不管是老同学还是新同学，都要对于这一个方法铭记在心，下次再出现不用阿哲再讲了，你自己就知道怎么去操作。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一个部分，固比倒数支撑线。刚才讲的是以前过去的，今天跌下来了，阿哲在讲风险怎么去卖，那是下次你去用到的。但是呢，当前你依旧可以去看的是什么呢？就是下方的支撑。那么关于倒数线的技巧，阿哲是在本周周一的时候，12月23号讲过的一场直播。在这个直播当中，我们讲过倒数线怎么去画，怎么去画支撑。当时我们画到的就是这一个支撑线。那么这里是0，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的低点作为一个防守位，而前期这根大阴线跌破之后，属于防守位的破位。那么破位之后，短期又快速的回归了，那么它就依旧还有支撑的效果。那你会看到，当这一个防守位画上之后，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昨天股价指数下跌，跌到这里跌不动了，这里重新有所支撑，就是因为前期的倒数线这个地方还没有出现有效跌破，所以效果呢还是有的。价格出现了下跌，再次的承受到了支撑，没有出现跌破。你可以呢认为它是一个前期假跌破回归之后2次的回踩。而关于这个倒数线具体怎么画的，阿哲呢在本期视频就不再过多的详细的赘述了，有兴趣的可以看一下本周的公开课程。那么价格走势走到这里，你同样也可以去画一下，这里是0，而后1、2、3，3号 K 线的低点，它是新的倒数线的支撑。一般呢我们会先看比较靠近价格的倒数线，而后呢再去看比较新的倒数线。那价格本次的走势，你会感觉这2个高点如果连接起来，是不是下跌反弹有一种顶部的特征，高点不创新高，好像后面还要再创新低。那究竟会不会再创新低呢？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这2个支撑线，但凡开始跌破这一个支撑线，我们就要把右侧的仓位大幅的缩减。波段本身看涨的观点会在跌破这根趋势线之后，阿哲也会有所改变。那如果把这一个低点的支撑都跌破了，那么本次的波段看涨就基本不成立，前方的波段低点大概率还会被再创新低。这是通过右侧固比倒数支撑线当前所设置的2个右侧的防守位，趋势当前的防守位。而在此之前，股价不管怎么下跌都属于牛回头，只要价格指数纳指不跌破最后的支撑线，那么这一个下跌它就一定是美股的牛回头，后续还会创新高，依旧还会上涨。那么从本视频开始到现在，阿哲所分享的观点和方式方法，如果对你是有帮助的，那么老同学千万不要忘记了每天必做的事情：点赞视频、评论视频，感谢你的支持。而如果你是新同学，今天第一次看到阿哲视频，来到阿哲频道，那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有收获、有帮助的情况下，能够点击一下视频当中底下的订阅按钮，点击之后可以加入阿哲频道的粉丝团体。那么点击订阅之后呢，可以在下方已订阅的地方点开全部铃铛。这样的话，阿哲每周的行情视频以及呢每次的直播开展，你都会在公开的频道上接收到阿哲的通知，会第一时间内通知到你，你就可以第一时间观看阿哲最新的视频、最新的直播观点。也希望大家不管是新同学、老同学，我们可以一起研究技术分析，一起学习，一起在美股当中实现财富增长。感谢新同学的订阅和老同学的点赞，谢谢大家的支持。刚才我们所讲的是第一部分
K 线的分析。接下来我们讲一下第二部分，空间技术点位的分析。所谓空间技术分析，是阿哲呢在每天盘前都会去写到的一条短信，在 Telegram 当中会发送给各位订阅阿哲的同学。你只要是订阅了阿哲频道，那么就可以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能够收到阿哲这条订阅观众限时专享福利信息。那么这条信息阿哲讲到什么呢？会讲到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于行情当前市场走势的一些个人观点。那么你可以看到，在12月26号盘前，阿哲这边呢是香港时间4点25分的时候，当时发布的一条信息，也是在圣诞节后第一个交易日。当时就有讲到，这个位置临近前方的大阴线一次性突破的可能性较小，周四冲高回落概率较大，本周呢还是有机会扭回头的。而在27号，也就是昨天的市场盘前的解析当中，当时呢是香港时间4点47分下午的时候，阿哲有讲到美股的三大指数对于大阴高点再进一步，当市场的资金力度明显变弱。这里的资金力度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是 K 线上有三小顶，另外一部分呢也有年底一些机构交易员的防守策略的原因。而后按阿哲的判断，不出意料，今天应该会继续调整。波段虽然目前还是看涨，但是短线将出现回落，这是阿哲在本周这两个交易日，周四周五时的观点。而除了有一部分是阿哲对市场的一些主观的判断之外，下方呢就有一些客观的技术层面上的分析，阿哲会在每天盘前计算出日内的预测点位，比如说纳指会有预测的高点和低点，一个压力和一个支撑。这个点位的作用是阿哲所认为股价正常波动，高点和低点理应出现的一个区间范围，而这个范围如果当天收盘在这之内，说明市场的多空是比较平衡的，没有太多的异动。而如果市场的收盘跌破了预测的低点，则市场看跌，空方强胜。如果市场收盘能够突破预测的压力，而这则说明多方强势，后续能够看涨。那么这呢是相对客观的，每天固定的去计算出来的结果，没有任何主观的一个意识。所以一般这两个消息你能够相对结合，那对市场的方向就有了一定的判断。那你会发现的是，在价格前期走势当中，是不是这一天出现了下跌当中的第一个绿灯 K 线？所谓的绿灯 K 线，就是当天收盘突破阿哲预测日内高点的那一个 K 线，说明这一天多方走势极强，突破预测高点。那么连续上涨，连续的走强，这就是本次反弹的开始。但是它的结束呢，相对来说有点仓促，或者说你很难通过这一个红灯来卖到一个不错的价位。所以你需要通过三小顶和阿哲的一些盘前的提醒，提前离场。像这一天出现时，你再去卖出，很多时候就有点晚了。特别是强势的行情，像这一天是红灯榜，强势上涨之后出现红灯了，利润回吐不少。这一天去卖出，第二天反而再次绿灯。这一天又是红灯榜，价格强势上涨，出现了一天回调。好，这一天如果卖出，又卖在了一个低点附近。所以股价如果是强势上涨中的回调，这个红灯跌破了日内预测低点，代表空方强势。但如果行情够强势的话，一般这种红灯出现就是低点附近，往往后续下跌空间是有限的。因为多头强势的行情，空方稍微强势，可能就衰竭了。空方是没有后续的补给能源的，没有更多的空方燃料提供市场持续的看空，持续的下跌。所以一般多方强势的行情一出现一个红灯，往往就出现了一个低点。所以目前我们要判断一点，就是当前的操盘策略是先离场观望，因为价格短线上已经有了风险提醒，不管是这一个红点，还是这一个红灯，阿哲当时都提醒到，你只要是绿灯转红灯，那么短线上就要注意风险，波段的话就可以相对再看一看，再确认一下。但短线持股之后的红灯是要卖出的，包括现在这一天绿灯了吧？好，上涨出现到红灯，你就应该短线离场观望。你要确定一下，这里是砸盘，真的是低点，还是它这里后续会延续下跌呢？所以短线上美股目前就应该是一次前低买进后的获利了结，利润不多，但是至少是赚钱的。而如果你是波段投资者，就不用管这个红灯了，因为波段投资者我们前面说了，防守位是这个位置的3号 K 线的倒数线，以及呢
这一个低点的导数线，它是波段的防守位。波段的话，我们一般只以红灯作为参考。如果你是今天已经订阅了阿哲频道，成为阿哲的新订阅观众，那么阿哲告诉大家，接下来半个月你怎么领取到阿哲这条盘前的信息，在 Telegram 当中怎么去领取。第一步肯定是要先订阅阿哲，第二步呢，你可以看一下阿哲视频底下的评论区，有一条阿哲所置顶的所点赞的评论，在这条评论当中呢，有助教老师的联系方式，有助教老师的 Telegram， 那么你点击这一个 Telegram 就可以联系到助教，那么跟助教老师发送2个字，而这2个字是什么呢？这2个字就是盘前了，是阿哲盘前信息的盘前。你编辑一下发送给助教的 Telegram， 那么他收到之后呢，就会统计你已经报名想要接收到这一条 Telegram 的提醒消息。后续呢，每天阿哲只要盘前发布这条信息，他就会转发给你，或者说呢，直接告诉你当天的具体点位，以及阿哲在盘中盘前的一些思考和一些主观的判断。也希望呢，在接下来半个月，这条信息能够提供你不小的帮助，能够规避一些风险，或者说提供一些机会的参考。这里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订阅观众可不只是盘前解析和点位预测。一般我们的订阅观众还会有阿哲所准备的粉丝群组，专门作为知识答疑和技术分析的探讨。正常来讲，你也可以参与进阶的知识学习和内部的直播课程。这个内部直播课程是比较稀有的一些罕见的知识点的分享，以及呢不公开的在公开频道所听不到的一些内容，由阿哲和阿哲团队的老师分享。那么这里要注意，这个粉丝群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阿哲呢是有要求的。加入粉丝群组的同学一定是要爱学习，你确实呢和阿哲一样喜欢技术分析，也热爱去研究技术分析，相信技术分析，那么你才能够加入到粉丝群组。那么阿哲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跟阿哲一样是同类人呢？很简单，在内部课程当中，每一节的内部直播都会有老师，比如说阿哲讲完一节课程之后，会安排一个课后的作业，非常简单的技术分析上的课后作业。你只要听一次直播，完成一次内部直播的作业，那么交给助教老师批改完成，是正确的，不敷衍的完成作业之后，那么就有机会受到助教的邀请，加入到粉丝群组。那么同时呢，如果你今天是刚订阅阿哲，并且是首次收听阿哲视频，那么在这里再给大家送一份见面礼。如果你是阿哲的订阅粉丝观众，而本周的课程内部课程如果你错过了，你说阿哲我今天第一次认识你，之前我都不知道有阿哲讲技术这个频道，好，我今天第一次见到你，之前的课程我错过了，那怎么办？在本周我们举办了一个内部课程，12月23号开始，叫做抄底专家，是圣诞节前的低点怎么去买进，我们根据这一个节点去开办的专题课。从23号开始，阿哲就跟大家去讲到低点反弹时刻，可以把握反弹利润。那么从这里开始，我们讲了连续1周的怎么去抄底的问题。如果你当时是从第1节课程听到了最后1节课程，那么对于本周圣诞行情的一个把握，节前的低点和节后的高抛，应该都是有机会能够被你抓到的。那么今天呢，阿哲就把它作为一份见面礼送给你。你可以呢跟助教老师取得联系之后，除了发送盘前，你也可以再发送一个回放，跟他说一下我需要本周的课程回放，那么他就会把回放视频发送给你，那么你就可以去收听一下这些知识点。行情虽然走过了，但是方法和观点怎么得来的，你可以好好的去复习一下，去学习一下。那么阿哲呢也很希望这4节课程抄底专家的主题课能够对于新订阅的同学能够有一些帮助和一些启发。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部分，刚才我们讲到了 K 线分析、空间技术分析，是关于纳斯达克指数的市场环境。那么接下来我们所讲到的将是英伟达、特斯拉等热门个股的专题报告解析，以及一些技术面的快报行情。现在呢，我们先看到第1个个股英伟达。英伟达我们最近是一直有去提到它的一个走势行情，像下方所标记的这一个灰色块呢，是前期高点的一个支撑。那股价在创新高之后，本次出现了一个回踩 N 字形结构的回踩，在这里开始我们说假阳线突破，将是英伟达再一次的低点确认，就跟前期一样，假阳线出现了突破，有一个反弹，
假阳线出现了突破，有一个反弹。那么现在这里是不是又突破又反弹了？那么这里的高点能不能够去逃顶，能不能去卖出？这是不是一件不算困难的事情？因为上节课程我就跟大家去讲到了，这里是英伟达的三阳小顶结构，要小心是反弹的高点信号。而在空间上，左边的 141.1 是不是被触及之后冲高回落？对于一个支撑位来讲，特别是前期就在这附近出现过支撑和压力位的重要支撑点来说，特别是对于前期已经出现过一次高点一次低点，并且多次震荡的一个支撑价位压力价位 141.1 这个价格附近又出现了十日星，又再次出现了一个三阳小顶，那么是不是这个高点的信号是特别明显的？而这一天出现的下跌也应该是大家所料到的一个事情。所以在价格层面上，我们按照刚才的三阳小顶的判断，是不是最后一根 K 线的高点设一个防守位？股价目前跌破了，好，那么对于右侧来说，你最晚这一天也应该卖出了。好，卖出之后，我如果还想要看涨英伟达，那么下一步它就需要证明给我看这一天是个假跌破。其实昨天的长长下影线已经有所证明，这一天的跌破大概率是一个假跌破，但是我们还需要再确认一下。怎么确认的？1到2天内，最好是下周周一的时候就立马收盘，收一根阳线，站在前方三阳小顶的低点之上，那么就是一个重新再次的买进时机。如果晚一点慢一点，相对弱一些，那可能会延续到周二或周三才会出现这一根阳线。但是本次的三阳小顶的跌破，因为长下影线的原因，英伟达本次跌破大概率是无效的，大概率是一个假跌破。我们再看到底下的这个公式，这个公式呢可以算出阿哲在图表当中所标记的这几根 K 线，大概是9根 K 线，他们所写的一些数字。这个数字是什么呢？是资金在本次下跌当中买入的量，或者说买入的程度。这个公式以前曾经分享过，那么它是跟股价 K 线的4个价格有关，高开低收，最高最低，收盘开盘。那么现在阿哲想要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如果你曾经听过这个知识点的话，在阿哲下方的评论区写一下这2个价格分别是哪一个价格减哪一个价格，会得出这一天昨天这个数值 2.3。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值，如果你写出来了，你算出来了，那么这3天的下跌，你会发现这个数值是不断的在变大。如果有某一个数值在下跌当中不断的变大，说明资金在下跌时在买进，而且买入的数量在逐渐的增加。往往在下跌中出现这种流畅的下跌，流畅的资金逐渐买入增加，后续大概率还有上涨。这一个位置有这种现象，包括这里连续的 0.2、1.25、3.34， 连续3天出现，股价后面收阳，最好收一根阳线，收阳开始反弹。包括现在 1.57、2.22、2.3， 连续3天下跌，流畅的下跌，最后一天是吧？每天的资金买进都在变多，那么这里只要收一根阳线，就等一根确认，这里将再次产生上涨。这是英伟达价格上资金下跌的买入情况。而我们现在看到是英伟达日线图表，那么下方的 BBD 呢，也是资金层面上的一个分析。通过价格，我们看到股价下跌时买入动能是在增加的。那么通过下方的 BBD， 我们可以看到另外的一些信息，比如说前期我们说股价如果是下跌反弹， BBD 的流入资金上穿了蓝色轴强弱轴，那么这一天将是反弹的临界点。就跟前期一样，股价下跌反弹，而后价格的资金流进后流出，那么首次上穿强弱轴蓝色轴的时候，它就是反弹的临界点，它的高点它的低点应该作为关键区间。如果出现跌破，那么这个地方往往就是一个反弹高点，它呢在强弱临界当中选择了是反弹而不是反转。那么价格现在又是出现，那么价格现在又是下跌而后上涨，是不是又是反弹？价格这一天的高点有被有效突破吗？没有的。价格低点有被跌破吗？也还是没有。所以目前的英伟达最好它这里能够出现向上的突破，而不要跌破前方这根关键的阳线，它是一个强弱的分界。如果这一天跌破了，那么对于英伟达前期低点是中期底部，是波段底部的一个看法将会有所改变。
这个地方千万不要跌破这根阳线的低点，而最好快速短期向上突破，那么英伟达就依旧是看涨的，波段看涨的，能够创出左边新高，它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一根阳线是目前英伟达行情最关键的一根资金阳线。以上是关于英伟达空间、价格、资金3个维度的分析。接下来我们看到特斯拉。特斯拉第一个维度分析，阿哲想讲一下时间。在时间上，特斯拉曾经阿哲有画过一个纬度，就是6的时间窗口。目前图表上所看到是特斯拉日线上的一个时间窗口的分布，而其中呢，阿哲认为这一个6天的窗口对于特斯拉的日线走势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在之前我们讲过很多次，最近的一次是在10天前的时候，10天前阿哲讲过一次特斯拉时空变盘，接下来应该止盈。那么那一次是在哪里呢？是在这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这一个高点的位置。在当时我们就用这个时间6天的循环变盘的时间图表去找到了这个高点，以及特斯拉在这里会有风险的释放，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么今天阿哲要把它再拿出来讲一讲，因为呢这一个时间窗口又来到了一个新的闭环。那么这一个时间窗口走完之后，下方阿哲的标记是一个5，那么这有什么效果？首先我们讲2个点，第一个点是小的变盘点，就是每一个窗口就是一个6根 K 线，6的周期。而你会发现的是，一些特斯拉重要的高点、重要的低点都在这个6的周期附近产生，包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低点，这里是一个高点，这里是一个启动点，这里是一个高点，然后这里是个回调的低点，这里是一天大跌又见了低点，包括这些位置是不是高点大跌的时候，包括这里是大跌之前，这里是一个高点，这里是一个启动低点啊，包括这一天是启动点，包括这一天是加速点，包括这里呢是一个高点。所以呢，每临界到一个6的周期的时候呢，特斯拉往往容易出现一个小的变盘点，这个变盘点是短期的。那么另外的就是每临界到6个循环的时候，一个周期呢是一个6，而连续的6个6，连续的6个周期将会形成一个大的中期的影响。当这种周期走到6的时候，那么往往它是一个中期的变盘点。前期这里价格由1到6产生了中期的变盘低点，后续股价连续的上涨。那股价下跌遇到了6之后是一个中期变盘低点，是不是股价又再次上涨？那么在这一个6的位置呢，附近产生了中期高点，价格出现连续下跌。在这一个6的时候，股价出现中期变盘低点，价格出现中期的上涨。而现在上次我们说为什么这里是风险？这个地方它没有到6，阿哲你上次为什么说这里是时间变盘的风险？好，另外的一个小的应用技巧就是价格6到6之中，你要关注一下它是缓涨缓跌还是急涨急跌。如果6到6之间它是一个急涨到急跌的过程，那么一般3和4的位置也容易出现中期的变盘点。所以本来从6走到6可能是低点到高点，但因为中间时间加速了，而后空间提前到了，那么时间变盘点也会有所变化。所以在6的循环当中出现加速的话，一般变盘点将会变多，这里往往会出现到3和4之中。那你会发现这一个6和6之间是不是缓慢的上涨？所以它是一个低点到一个高点。那像这一个6到下面一个6，走势是什么样的？是不是有加速？所以它是由一个高点走到低点，再走到这一个相对的变盘高点。中间的3和4呢，是不是一个低点变盘？而这一个6后续的变盘是一个中期的震荡，价格后续上涨，从这一个6到下一个6，我们会看到下面的这个6，它中间有没有加速？是不是有加速的？好，那么中间有加速，变盘点就容易先出现在3和4，所以4的位置，阿哲当时说这里容易是一个中期的高点。那么有关于这一个观点的来源，阿哲今天呢再讲了一次。如果你说阿哲你今天讲的我不是很明白很清楚，那你可以看一下10天前的视频，当时阿哲讲的应该会更加的详细一点。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过一下。那么为什么当前阿哲又要把这一个逻辑再讲一次呢？
因为现在底下的这个缺口就缺一个6，只要下一周6个交易日走完了，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的循环完成，那么另外的中期的变盘点也就再次出现了。而这种中期的变盘点所影响的下跌和上涨都是有很多的利润产生的，或者说是有很多的风险和机会产生的。那么这一个变盘点在后续到了时候，那么阿哲也会再次的把它拿出来讲一讲。所以如果你对于特斯拉是比较关注的，还没有订阅阿哲的同学，记得及时订阅了，因为后续我们还要持续跟踪这一个时间的变化，时间周期的影响是用来预测的。而到时候真正的它是变盘低点还是高点，我们等到那一天会再去通过量价来佐证，来去验证、判断、确认交易的方向。今天走到这里是先给大家提一个醒，我们要特别关注下6个交易日的形成，它将是特斯拉一个很关键变盘点的出现。因为你会发现的是，它不一定就刚刚好会出现在6的循环之内，它有时候可能会在这附近产生一个重要高点，在6的循环附近产生重要的高低点，在6的循环附近产生重要的高低点它不一定呢会准确的就刚好在6的那一天，它可能会提前，它可能会延后，提前高点或者说延后低点，到时候我们要在那一个6前后去找到它是一个变盘低点还是变盘高点。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是特斯拉的日线图表，特斯拉在之前走势是上涨的过程当中，也曾经出现过了三阳小顶，是不是最后这里有一个标记这里是1，这里是2，这里是3，3号 K 线的实体比2号 K 线大幅缩短，第二天是跌破的。那么在这一个三阳小顶之后，股价陷入到了一个中期的调整，因为前面刚好除了价格是三阳小顶，它的一个时间也遇到了一个中期的3和4的中期变盘点，所以价格在中期的调整当中是不太容易去有效突破 488.54 的，它可能会去突破，但是很难有效突破，这是之前阿哲在内部课上有讲过的一个观点。所以之前在这一天它属于量价出现了启动信号，但是时空呢是不太允许的，不是我们所想要的量价上出现突飞猛进。好，那么这一个回落是否影响股价特斯拉后续的走势？我们在时间上知道，在近期它的震荡调整是比较正常的，因为是变盘点后。而在实际的操作当中，我们就要看到资金的表现。在上期视频我们在讲特斯拉有机会新高的时候，有讲到一个观点，就是股价在上涨回调当中有一个重要的资金柱，这个资金柱就是价格首次由上至下下穿蓝轴的时候，类似于股价下跌反弹时的过程。下跌反弹，价格首次上穿的这根 K 线资金柱是关键的，它的高点被突破，低点没被跌破，那么就股价上涨延续。那么价格上涨回调时也是一样的，这个低点会在哪里产生？一般正常的回调洗盘，低点应该会在资金下穿强弱轴时产生，这一天的低点它不应该被跌破，只要不被跌破，价格不会延续下跌，不会出现出货行情，它就是一个正常的强势上涨而后的回调低点。所以在这一天的高点的位置要被突破，低点不能被跌破。前期这里呢是一个共振买点，因为它又是突破又是量价启动。但最近呢出现了回落，阿哲在上期视频给到一个止损的点，就是股价一旦跌破这根长上影线的高点后，你应该做出减仓的行为。而如果股价呢后续收盘跌破它的最低价格，你应该把所有做多特斯拉的仓位都给卖掉，不管是之前赚钱的还是最近买进去之后略微有亏损的，都要全部离场，而后去观望。现在的话，你手中应该也只能剩下一部分的看多仓位，因为这一根阴线产生之后，你已经构成了一部分的止损。后续如果再去跌破底下这一个关键低点，那么将全部止损。而后我们来看一下，资金在首次由红翻绿的时候是这一根 K 线。在上期视频我们有讲到一个加仓点得要突破它的高点，而你发现它并没有突破，所以不构成再次的买进条件。所以特斯拉呢目前是一个震荡，而多头强势不明显，目前略微有转空的现象。像前期这种位置连续水下流出，而后水下首根翻绿，而它一般是关键 K 线高点被突破，属于低位的买进信号。而目前它所处的低位的买进信号呢没能被突破，所以多头呢没有延续而出现了回落，
这通过资金层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一个信息。而现在我们所看到图表当中的红灯绿灯，它呢是动能 K 线，而动能 K 线在前期表现出了一个绿灯之后走势强劲，现在又出现了红灯，这里出现了绿灯，而后第二天立马是红灯。我们说这是一个多方情绪有所影响的动作，因为昨天的多头很强势很狂热，第二天立马被打压，现在也是如此，这一天的多头很是狂热，但是呢没过一两天又出现了空头强势的 K 线，已经连续的2次出现了。在相对强势上涨后的这种行情中出现这种变化，是对于多空动能上我们去看多不太有利的情况。所以目前的特斯拉最好不要出现一种现象，就是不要出现这一个红灯低点后再次出现明显下跌，这个红灯低点后不要出现明显下跌，最好这个红灯之后立马股价能够出现止跌上涨，甚至呢强势的反转，或者说再次出现由红灯转为绿灯，这是最好的，直接再由弱转强。而如果再次红灯或再次收盘跌破这一根红灯的低点，这是对于多方情绪是再一次的打击，对于后续看多特斯拉就不太好了。目前特斯拉在前方的这个资金 K 线的低点之上看多，这是最后的多头防守位，不跌破等待再次突破去加仓，而后突破阳线高点再次加仓，这是特斯拉接下来的一个右侧资金层面上的交易策略。那么目前为止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到此结束，接下来我们来到技术面行情快报的内容。阿哲呢会对于博通、台积电、谷歌、亚马逊、比特币相关概念个股进行技术面的行情快报分析，我们主要讲一下他们的资金面以及价格动能 K 线的表现。那么目前我们所看到的第一只个股是博通，上方呢是动能的表现，下方呢是资金层面的表现。在股价运作当中，前期这里走出了连续3天的绿灯，是不是价格前面是强势上涨，而后2天的红灯之后转为了连续3天的绿灯，但是价格连续3天绿灯却并没能够去创新高，所以多方强势归强势，但是还没有明确的价格上的一个加速变化。而现在呢，价格出现了调整，博通是一根阴线，但是这根阴线呢下方是没有红灯的，所以它对比上英伟达、特斯拉以及纳指的平均表现，博通属于强势个股。目前的调整，博通的资金流出是不明显的，它呢是连续绿灯后的略微回调，连红灯都没出现，所以博通依旧可以关注，依旧可以持股。那么这里为大家去讲一下，周一的时候博通不能跌破哪个价位，它就不会出现红灯。这个价位呢是 234.338 234.338，这是周一的点位。周一股价收盘只要不跌破这个点位，就不会有红灯出现。只要不是红灯，这里是连续绿灯后的略微调整，是不足以让我们去右侧卖出的，这是只单纯通过右侧来分析博通。我们再看到资金层面，价格前期上涨而后回调，下方的资金呢也是流进后流出，但是它的流出完全没有跌破强弱轴，它的资金表现比较强势。而首次由连续的流出变成流进的是谁？是这一天。那么这一根 K 线，这根 T 日线，它的高点被突破了之后又略微回踩，回踩时是没有跌漏的，所以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小小的防守位。这一天的高点最好不被跌破，只要不被跌破，那么博通的资金表现也很强势，后续上涨是必然，就是这一根 K 线它的高点不要被跌破，而它的最低价格如果被跌破的话呢，这里就是一个反弹高点啊，这一点大家注意了，它这根 K 线的低点如果被跌破，这里就会是一个反弹高点，而只要不跌破，这里看涨就行，哪怕略微有红灯，只要不跌破就没有问题。下一只个股我们看一下台积电。台积电的走势最近在强势上涨后有所变动。上期视频我们讲到一个组合，一个运线，价格有一根小 K 线，有一根大 K 线，这是一个运线。而运线后价格收盘跌破，那么而后有红灯，所以呢，股价目前台积电短期方向是一个上涨中停顿，而后选择向下的过程。所以股价呢，在出现这样的跌破之后，你应该把前期绿灯买进，或者说呢低吸买进的筹码进行获利了结。
这一天也是绿灯啊，只是呢这里没有显示出来，它是一个三角啊，绿三角。而我们再看一下底下的资金 K 线，在价格出现了下跌反弹上穿时，这一天是一个反弹高点，没有突破。而价格再次下跌走反弹，上穿的 K 线是它，那么它的高点目前也没有被突破，所以股价下跌反弹时，关注一下首根上穿蓝色轴的这一根资金柱所对应的 K 线高点不被突破，就容易是反弹高点，这里要小心。像前面这里它穿过去了，高点立马被突破，所以从这一天开始，它的低点是没有被跌破的，高点被突破，价格虽然走势不强，但是也是一波向上的运行。而目前的两个反弹高点都没能被突破，价格呢就容易再次回调，直到下一个我们所说的变盘点出现，也就是资金下穿我们的强弱轴。资金只要下穿强弱轴，就是回调时的变盘点。比如说这里低点产生，比如说这里低点产生，所以呢，股价这一波回调继续的话，资金流出继续的话，那么基本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就会出现这样的一根下穿 K 线。而只要市场目前还在震荡，这种位置上穿高点下穿低点的现象就会维持。所以如果你说阿哲台积电我还想看多，还想做短线看涨，可以等它一根下跌 K 线再次出现，那么下穿之后就容易是低点变盘。接下来我们看到谷歌的日线分析，谷歌呢在前面的绿灯之后，股价连续走势，但是它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特点，上期视频我们有提醒了，就是实体在变短，实体不断变短，它不是3天变短，它是每一天都在变短，第3天是10日新，所以你哪怕这一天没有卖，这一天你应该也知道了，三阳小顶模型在不断的形成。好，这一天下跌，下跌时跌破了右侧，这一天是个卖点，左侧呢之前就可以卖出了。那目前这个下跌呢和英伟达有点类似，出现了一个下影线，但是这个影线不是很明显，或者说不是很有效，它都没有多少，它基本就相当于实体的大小，所以这种影线的一个止跌力度呢会比英伟达的差一点。它唯一好就好在它当天这一天的底下除了是红灯之外，它的资金下穿了。我们说资金下穿，特别是这种明显下穿的时候啊，它容易是一个变盘低点。那像前期是不是这一天也下穿了？那这一天昨天下穿时在哪里啊？是这一根阳线的低点。好，那我们就知道了，股价出现下穿时，这里是低点。那这一天呢又下穿了，它会不会是低点？如果价格本次上涨回调，它这2次都是回调的话，那么这里是下穿低点，它也应该是下穿低点。我们去判断的方式比较滞后的话，就是不能跌破它的低点，而要突破。所以这一天突破了，意味着这是一个变盘低点，这里大概率是回调。那目前再次的回调了，2次回踩了，那么这一天它的高点能不能被突破？收盘账上意味着这里是变盘低点，这里也是变盘低点。资金在本次上涨当中根本就没有怎么离场，它都是洗盘。所以现在我们关注这一根 K 线的高点能不能被快速突破，它的低点能不能被止跌守住。那么只要可以，它又是一个变盘低点，而低点变盘在抬高，所以这里呢后续只要突破，依旧谷歌还是看涨的。接下来我们看到亚马逊，亚马逊的股价走势出现了一个震荡，在前期的低点这个地方出现了下穿，下穿时它的低点是守住了，没跌破，但是它的高点呢是不太容易被突破的。变盘 K 线如果是小 K 线是最好的，如果当天刚好是大阴线而后变盘低点，那么这个资金 K 线它往往很难被突破。它虽然是变盘低点，但是股价呢它后续大概率也只能是反弹，因为不容易去突破它的变盘高点，有很大的压力所在。而现在这个过程是股价出现了2天下跌，这一天是一个红灯，这一天就意味着本次反弹到这里有危险了，短线的危险。好，后续又来一个红灯，再次跳空下跌，还出现了缺口。目前虽然2天红灯2天下跌，但是没有跌破左边这个关键 K 线的低点，这个低点被跌破之前呢，没有一个波段顶部的风险。而我们更进一步的找到连续的水下翻红之后的翻绿，这一天是首次的流进，它的低点是目前也没有被有效跌破。昨天下跌时它是一个支撑，它并没有被有效跌破，出现了长长的下影线。它的高点呢
被突破之后也立马出现了红灯下落，所以目前的亚马逊是在前面这根资金 K 线内出现震荡，而在这里面呢再找一根关键 K 线，就是这根十日星了。这根十日星如果能够被再次突破，那么前方的大阴线的高点也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大概率就是选择上破的过程。而它如果继续下跌收阴呢，那么跌破下方的低点也是一个顺势的过程。所以我们关注一下在大阴线内的这根小十日星的方向。再往后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的相关概念个股，先看到 MSTR。MSTR 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有讲到一个变盘点，也就是股价如果红绿灯出现了绿红绿或者说红绿红这样的两个夹杂的过程，它就容易呢是一个变盘信号。这里如果在它们之后出现的是下跌，就容易后市先看跌，变盘短线下跌。而现在我们看一下当前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绿红绿，那么它呢也算是一个变盘的提醒。第二天是下跌的，所以股价后面变盘短期容易看跌。所以目前的 MSTR 在多空动能上依旧还是空方占优，因为红灯明显是比绿灯要多，而这一个变盘信号后还是收跌的，变盘看下。我们再看一下关键 K 线，底下的资金一直在蓝色轴下，也就是说它一直呢属于一个弱势的行情。弱势行情呢，它目前没有一直上穿或者说下穿，没有变盘点提醒。我们就看一下它的资金出现连续流进之后的首根流出，以及连续流出之后的首根流进，包括流进之后的流出，它们也可以算是一些关键 K 线。当这种 K 线产生了，你看一下它是不是也容易是在高低点附近连续流进后的流出，这一天低点没被跌破，突破了，股价向上反弹了一段时间，再出现了首次的流出 K 线，低点被跌破，高点没突破，价格往下走。现在呢这一天 K 线产生了，低点目前没跌破，高点没突破，所以这个方向呢是不明确的。而在这种方向不明确之内，而在这种方向还不明确的变盘之内，又出现了一根资金关键的 K 线，连续3天流进后的流出。好，它呢再次画一个低点，它呢也画个高点，你来看一下能不能够有 K 线能够把它突破。如果有一根 K 线能够把 MSTR 这一根 K 线的高点突破，那么可以作为一个短线的看涨信号，资金层面上的买进信号。价格如果顺势再向上突破左边这根 K 线的高点，也是一个加仓信号。那如果反之，如果变盘的一个效果依旧保持，往下去跌破，那不止跌破了这个低点，还跌破前面的低点，那基本上这里将会继续把317给打破，那么 MSTR 呢就小心了，短期我们不要再去做多。接下来我们再看到另外一个 MARA。MARA 在上期视频当中，我们用资金来去告诉大家这一个绿灯能不能买进，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我们说股价下跌时，它有时候也会有绿灯，像这一个绿灯能买吗？买了就跌了。这个绿灯能买吗？买了又跌了。我们说买进绿灯，它是一个傻瓜式操作，就是你看到哪个绿灯就买。你看这一天买进了赚钱了，这一天买进了也赚钱了，这一天买进了第二天冲高了，你会发现绿灯后大概率还是有利润的。但是我们是不是尽可能的可以规避一下一些不能买的绿灯？比如说为什么这一天不能买进？我们看一下底下的资金走势，底下是不是连续流出之后首根翻绿？好，首根翻绿的 K 线产生了，但是它是刚刚产生了，资金还比较弱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去看一下高点能不能被第二天突破，或者说高点呢会不会被突破，低点会不会被跌破。如果这一天高点能够被突破，那么我们去认为它是一个绿灯后的买点，晚一点买也是可以的。像这一天的绿灯能买吗？它也是连续的流出资金后的首根流进 K 线，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能确定这个反弹会延续，它的高点不能被突破，哪怕是绿灯它也是不能反弹，或者说难以去反弹。所以你看到这里这个地方它是绿灯吧，这根 K 线是绿灯，但是一般最好不作为直接的买点，因为它是连续流出后首根水下翻绿的流进的 K 线，它的高点要被突破才意味着反弹会持续会延续。好，这一天突破了，这一天是绿灯，这一天的绿灯呢会比较好一点。而价格上穿，好，这一天是反弹变盘点，
它这个位置的高点要被突破，才意味反弹延续。但是突破时呢，用力太猛了啊，跳空缺口太大了，当天大阳大缺口后面呢衰竭了一下，后续回落再次上涨。而后回调时呢，它是不是一个红灯？当红灯底下是变盘低点的信号，低点变盘，然后高点突破，这一天又是一个绿灯，那是不是这种绿灯买进会比在其他地方买进绿灯会好很多？那么像这种反弹时的绿灯，还没确认的绿灯，你说我随便去买进，因为它绿灯所以去买进，那么就相对太过于傻瓜式的操作了。我们虽然说也不是不行，我就坚持去做绿灯买进，红灯卖出，有所亏损，但是我知道总有那么一次绿灯买进会让我大赚，绿灯买进会让我大赚，用这种大赚的行情去弥补未来一些小的亏损，这种思路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再加上一点其他的思路，会不会让你更加轻松，并且更加心安呢？最后我们看到 coin 的话，它也是如此。我们也同样呢是讲到了这一根 K 线，它是连续的红色流出之后首根翻绿，这一天也是绿灯啊，这一天绿灯我直接买了，那么第二天红灯就得卖了。这一天能不能买，看它会不会突破，能突破哪怕不是绿灯也可以考虑买进。能突破哪怕不是绿灯也可以考虑去买进，因为突破才意味着本次下跌反弹它有一个延续性，而目前下跌反弹它都不能突破这根 K 线，所以我们还不能够去认为它的反弹会出现。像前面这里也是绿灯吧，这一天也是下跌反弹首根绿灯，首根绿色流进，高点有被突破吗？没被突破，那就不要随便买进。那包括这一天的绿灯刚好是上穿，刚好是高点变盘，那你说这一天又被跌破了，那是不是风险就容易产生？这一天的绿灯买进了也是风险吧？所以绿灯和红灯也分风险，有时候呢绿灯的风险是比较低的，有时候绿灯呢是有机会在高点产生的，红灯也是如此。以上是12月28号美股行情周复盘视频，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以及也希望下周真的能够如期出现抄底行情，抄底的低点。本次波段上涨依旧维持强势。那么在视频最后，也感谢今天所有老同学的点赞以及新同学的订阅，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拜拜。